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肾脏的健康话题。许多人以为护肾很简单，只要每天来杯黑咖啡加牛奶就好了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今天我们要大胆揭开迷思，护肾不等于黑咖啡加牛奶，而且有一些你每天可能吃的东西，其实正偷偷伤害你的肾脏。我们将深入探讨肾脏科权威医师揭露的5种最伤肾的食物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每一种都可能踩中你的地雷。首先，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肾脏。肾脏被称为沈默的器官，平时默默帮我们排毒、平衡体液，即使受损了 90%， 可能都不会明显喊痛。也因此，慢性肾病常被忽视，一旦发现，往往已是晚期。台湾素有洗肾王国之称，每8个成人就有1人罹患慢性肾脏病。全国将近270万人肾功能不佳，其中超过90万人甚至进入严重肾衰竭的阶段，需要定期透析肾。更惊人的是，目前全台有将近9万名洗肾患者，透析人数密度高居世界第一。听到这些数字是不是很震撼？肾脏病已经成为国人健康的大敌之一，而造成肾脏衰退的元凶，除了高血压、糖尿病等老生常谈的因素外，我们日常的饮食里竟然藏着许多隐形杀手。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伤肾黑名单。第1号肾脏杀手，违法添加物硼砂，藏在减重和凉面里。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，逢年过节特别爱吃传统美食。每年端午节，一颗颗 Q 弹爽口的减重让人口水直流。然而你可能想不到，这美味减重可能让你的肾脏一夜之间亮红灯。肾脏科医师江守山曾分享过一个惊人的案例，有位50多岁的慢性肾病患者，端午节当天一口气吃了3颗减重，结果当晚开始无法顺利排尿，整个人全身水肿，赶紧送一急救。医生一检查，吓一跳，他的肾脏瞬间衰竭到差点报废，出现了急性肾衰竭。到底是什么毒药藏在减重里，威力这么强大？答案就是硼砂。硼砂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化工原料，早年用来当洗衣粉、杀蟑螂的成分，根本不是给人吃的东西。可是硼砂有个优点，可以让食物变得特别 Q 弹，有嚼劲，看起来色则透明漂亮。因此在传统市场里，有些黑心摊贩会违法加入硼砂来提高食物口感。例如制作减重时，在糯米里加硼砂，煮出来的粽子特别晶莹透亮，弹牙爽口。又或者在面条里添加硼砂，让凉面吃起来更有弹性，不糊烂。硼砂吃进人体后会怎样？简单说，它会干扰细胞的能量代谢并伤害肾脏的过滤构造。长期少量摄取，硼砂会一点一滴累积在我们的肾脏，引发慢性中毒。而像前述那位先生，因为肾功能本来就不好，一次吃太多含硼砂的减重，相当于给肾脏灌下一剂毒药，结果马上引爆急性肾衰竭，连江医师都直呼惊悚。我看过很多人吃含硼砂的食物，但没看过有人吃到直接急性肾衰竭的。所幸经过紧急洗肾、利尿等治疗，那位患者的肾功能逐渐恢复，逃过长期洗肾的命运。但这教训相当深刻。炎炎夏日，不止减重，另外一项夏天美食也可能掺了硼砂，那就是人人爱吃的凉面。没错，在外面小吃摊买的凉面，面条如果特别爽滑弹牙，很可能下了猛药。江医师点名，减重和凉面这2类食品最容易被偷偷加硼砂。在台湾其实食品用硼砂是明令禁止的，但仍有不肖业者铤而走险。我们一般人光从外观和味道，其实无法分辨食物里有没有硼砂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信誉良好的店家，平时少吃来路不明的减重，少买街头不知名摊贩的凉面。如果真的嘴馋想解馋，建议适量偶尔喂之就好，不要连续大量食用。毕竟一旦吃下肚，肾脏可不会挑食物，来者不拒，它只认毒性大小。如果我们频繁吃进微量的硼砂，这种伤害就在体内，日积月累，终有一天可能引爆。别让一时的口腹之欲换来肾脏永远的痛。第2，
好胜脏杀手，塑化毒物和微塑胶藏在你喝饮料的杯子里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说到护肾，刚刚提到黑咖啡，黑咖啡不是对肾很好吗？确实，有研究发现，纯黑咖啡对肾脏有益处。咖啡富含抗氧化物质，其中的褪黑激素成分可以降低尿蛋白，减缓肾丝球硬化的速度。因此，适量喝黑咖啡的人，肾功能衰退的比较慢。江医师也推荐黑咖啡作为护肾饮品之一。然而，这里面有一个大前提，要喝对方法。如果你把热腾腾的黑咖啡装在便利商店的纸杯或塑胶杯里，那很抱歉，咖啡的护肾效果可能还来不及发挥。你先把一堆塑化微粒喝进肚子了。很多人每天早上习惯买一杯拿铁或美式咖啡提神，但你是否注意过，一般的一次性纸杯为了防水，内层都涂有一层薄薄的塑胶膜。当高温热饮冲入纸杯时，这层塑胶就会释出肉眼看不见的微塑胶颗粒和塑化剂。江医师强调，用纸杯或塑胶杯盛装热咖啡，杯子里会充满溶出的塑胶微粒。你每喝一口咖啡，就等于喝下一口塑胶听了，是不是头皮发麻？这些塑化学分子进入人体，会产生类似环境荷尔蒙的效应，干扰内分泌，也可能对肾脏造成直接的伤害。研究指出，塑化剂会导致肾脏发炎、纤维化、长期暴露，甚至提高慢性肾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。更不用说微塑胶颗粒进入血管后，可能在全身各处沉积，引起血管硬化等问题。肾脏作为过滤，血液的器官首先就会受到冲击。所以喝咖啡本来是好事，但喝的容器却可能让好事变坏事。我们在享受黑咖啡保护肾脏之前，先得避开塑化毒物的暗算。建议大家自备不锈钢杯或陶瓷杯装咖啡，千万别偷懒用纸杯、塑胶杯。如果实在没得选，用纸杯后也别去泡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更不能拿纸杯当开水杯天天用。一次性容器就用一次，减少塑胶溶出的机会。当然，更不要在高温下让塑胶接触食物，例如用保丽龙碗装滚烫的汤面，用塑胶袋装刚煮好的热豆浆等等，这些都会加速塑化剂释出。肾脏很无辜，我们千万别让它去当那些塑胶毒素的滤网。这里还要特别谈谈黑咖啡加牛奶这个迷思。我们并不是说牛奶不好，而是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加了牛奶的咖啡也能护肾，甚至拿鲜奶咖啡、3合1即溶咖啡来替代黑咖啡。事实上效果大不同。黑咖啡之所以有益，是因为纯咖啡里的抗氧化物和特殊成分发挥作用。如果你加了大量的奶精、糖、热量和添加物暴增不说，对肾脏有益的成分反而被稀释了。而鲜奶本身含磷和钾很高，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过多的磷钾是身体负担，可能导致电解质失衡。所以如果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人，把牛奶当开水灌也是不行的。不少肾友以为每天早上一杯拿铁对身体好，结果反而因为奶制品和糖分摄取过多，让指标变差。强调这些病不是要大家拒绝牛奶，而是提醒是量适当才是关键。如果想靠咖啡护肾，最好选纯黑咖啡原味，不加任何糖奶，想加一点牛奶调味也无妨，但请用鲜奶少量，不要加奶精那种人工添加物。总之，别神化任何一种单一食物，护肾没有捷径，一杯咖啡加一杯牛奶绝对换不来铁打的好。肾脏我们还得从整体生活习惯上下功夫。第三，好肾脏杀手，重金属潜伏者，大鱼大肉和偏方中药里的隐形毒。现代工业社会中，塑化剂不是唯一的环境毒物，还有一大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威胁，叫重金属。重金属包括铅、汞、砷、锂等元素，微量就足以慢慢损害我们的器官，其中肾脏是重金属的首当其冲。受害者很多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，就容易沉积在肾脏，导致肾功能下降，甚至中毒性肾病变。你可能会问，我又不去碰什么工业原料，重金属离我们很远吧？错，其实在日常饮食中，我们就可能摄入重金属。江医师曾经在一次社区健检中发现，受检者里将近40%体内的重金属含量超标，
最常见的就是最毒的汞和排名第2毒的砷。他分析，这些人并非住在工业区，却出现汞、砷过量，问题就出在生活习惯。不少人爱吃大鱼海鲜，或者迷信草药偏方。大家想想，大海里体型巨大的鱼，例如尾鱼、旗鱼、鲨鱼，它们处在食物链顶端，体内往往累积了相当多的汞和甲基汞。我们若经常吃这些大型鱼，一点一滴的汞就吃进自己身体。汞中毒会造成高血压、高血脂、肾丝球硬化，还可能引发肾衰竭等严重疾病。同样的道理，有些人长期服用来路不明的中草药，民间偏方里头可能掺有砷或铅，像过去一些偏方雄黄入药含砷，以铅入药的八宝散、红丹等中毒事件层出不穷，最后肾脏受害。江医师感叹，怪不得三高、尿毒症居高不下，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污染与不良饮食，一步步在侵蚀健康。除了吃的，生活中还有想不到的重金属来源。举个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，一位39岁的男性，体检时发现血，铅浓度奇高，但无论是饮食饮水都找不出铅从哪来。他并非喝到含铅的水，也没吃到含铅食物，医生给他做排铅治疗，血铅降下来，不料3个月后又飙高，全场傻眼。最后还是有位医师灵机一动，亲自到病人家中办案，这才揭晓真相。原来凶手竟藏在他家浴室，他的搪瓷浴缸用了很多年，缸底已经磨损破裂，露出了含铅的内层材料。他每天泡热水澡，一坐进浴缸泡很久，磨损处正好长期紧贴着他的下半身敏感部位，阴囊皮肤很薄又有皱褶，铅就这样经皮肤长驱直入，日积月累导致他慢性铅中毒，不但肾功能受损，还经常失眠乏力，真是匪夷所思的中毒途径。由此可见，重金属无孔不入。我们虽然不至于每天遇到浴缸式铅藏种怪事，但千万要警惕饮食中的重金属来源。日常应该怎么做呢？海鲜要适量，种类要多元，不要老是吃同一种大鱼。深海鱼汞含量高，多吃小鱼、小卷、透抽等汞含量低的海产，才能兼顾营养与安全。中草药和偏方则一定要谨慎，别自己乱买来路不明的成药。必要的中药调理，也请咨询合格中医师，确保药材没有掺杂重金属或肾毒性成分。至于环境中的铅砷等，平时多留意新闻资讯，如果某地水源或食品被爆出含重金属超标，相关产品就敬而远之。肾脏喜欢前进的血液，不需要任何金属的加料。第四，好肾脏杀手草酸过量，深绿蔬菜也会变成肾毒。你可能以为，既然重口味和污染食品不行，那我多吃蔬菜总没问题吧？蔬菜是公认的健康食物，没错，但并非吃越多越好，所有人都适合。有一类蔬菜若吃过量，对肾脏反而有害，那就是含草酸很高的深绿色蔬菜。江守山医师特别点名了5种常见蔬菜：菠菜、芹菜、绿苋菜、红苋菜和马齿苋。这5种蔬菜里头草酸含量是名列前茅的。草酸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有机酸，进入我们身体后，会和钙离子结合，生成草酸钙结晶。这正是肾结石中最常见的成分。换句话说，吃太多高草酸蔬菜会增加肾结石风险。很多人可能知道肾结石不好，但你以为仅仅结石这么简单吗？其实草酸本身也会伤肾。江医师提醒，草酸进入血液后，会对肾脏造成化学刺激，诱发肾脏的纤维化和损伤。就算还没形成结石，也会让肾脏不堪重负。我们举个真实案例，一位年轻女性非常注重养生减肥，她崇尚绿拿铁、蔬菜果昔，每天用满满的菠菜、芹菜加水果打成蔬菜汁当早餐，又常吃生菜沙拉取代正餐。她以为这样很健康，热量低又高维生素，但几个月下来却开始觉得恶心、疲倦，尿液颜色也变深。结果一检查，大事不妙，肾功能急剧恶化。原来他每天大量生吃高草酸蔬菜，导致严重的草酸累积，肾脏里长满了细小结晶，把肾单位都堵塞伤害了。
短短时间，他的肾丝球过滤率掉到只剩平常人的30%，不得不紧急住院治疗。如果再晚一点发现，很可能就踏上长期洗肾的不归路。这听起来令人惋惜又震惊，辛辛苦苦吃蔬菜，最后却吃出肾衰竭，真是得不偿失。那是不是钱翠不吃这些蔬菜了呢？其实也不用走极端，关键在于适量和搭配。首先，正常人适量吃菠菜等蔬菜是没问题的，只要不过量，不每餐都是高炒酸菜肴，就不至于有大麻烦。如果你本身肾功能就不好，或有结石病史，那就要格外小心。这个几样蔬菜能少就少。其次，烹调方式很重要，高炒酸蔬菜最好先汆烫再料理，因为草酸溶于水，汆烫可以去掉部分草酸，不要把这类青菜打生汁或生吃，大量草酸直接进肚子更危险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草酸遇到钙就会沉淀，因此在吃高草酸蔬菜的同时，搭配富含钙质的食物，可以减少草酸被身体吸收。例如吃菠菜时配点起司或小鱼钳，或饭后来杯牛奶优酪乳，让肠道里的草酸乖乖跟钙结合成，不溶解的固体随粪便排出，不去跑到肾脏捣乱。江医师就提到，当餐有足够钙质时，可降低草酸吸收，保护肾脏。因此并不是不能吃菠菜、苋菜，而是要聪明的吃，各种蔬菜均衡摄取，不要迷信某种菜就暴饮暴食。像时下流行的生机饮食、果菜汁减肥法，如果操作不当，也可能暗藏对肾不友善的风险。我们总以为多吃蔬菜、水果一定好，但任何营养过犹不及，都可能走向反面。肾脏最喜欢的是均衡适度的饮食，而不是营养失衡的极端饮食法。第5号，肾脏杀手，杨桃及其他致肾毒水果，肾不好千万别碰。说完蔬菜，再来看看水果界。有一种水果看似可爱无害，切开有漂亮的五角星形状，很多人爱拿来榨汁或当甜点装饰，但它其实是肾脏的致命禁忌，这就是杨桃。没错，杨桃可不是随便吃吃就好的，特别是对肾不好的人而言，简直是剧毒。国健署就明确提醒，肾功能正常的民众吃杨桃一般不会倒，治肾病可以安心享用，但已经有肾脏病的患者一定要小心避免食用杨桃。为什么杨桃对肾脏病患这么危险？科学家到现在还没完全破解杨桃里的毒素成分，只知道其中含有一种不明神经毒素。正常情况下，肾脏会帮忙过滤代谢掉，所以健康人吃了没事，但肾功能差的人无法顺利排出这一种毒素，结果毒素就在体内累积，攻击神经系统，导致杨桃中毒症候群。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、四肢无力、不停打嗝，甚至癫痫抽搐等神经症状，严重时进入昏迷休克。而最可怕的是，目前医学界对杨桃中毒酶有解毒剂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急把病人送去洗肾，把毒素从血液中清出。所以肾友们务必记住，杨桃半颗都别碰，真的一口都不行。那肾功能正常的人呢，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狂吃杨桃？虽然前面说正常人吃杨桃通常没问题，但还是有些细节要注意。首先，杨桃除了神秘毒素之外，还含有高量的草酸和钾离子。一颗中等大小的杨桃可能就有超过50毫克的草酸，相当惊人。如果你一次吃下好几颗杨桃，又恰巧处于脱水状态，比如大热天刚运动完口渴难耐时，那体内草酸浓度瞬间暴增，加上脱水使尿液浓缩，尿量减少，很可能造成草酸盐在肾小管中沉积，直接堵住肾脏。有医师警告过，一般人连续吃了3颗杨桃，又没有及时补水，就有可能诱发急性肾衰竭。所以再好的水果也要适量，杨桃酸甜多汁，但千万别一次吃太多，尤其口渴时反而不宜狂啃杨桃解渴，先喝白开水更安全。同时，某些含高草酸或高钾的水果也有类似隐忧，例如酪梨、奇异果、释迦等高钾水果，肾病患者也需节制。红毛丹、葡萄柚等水果含草酸较多，吃多了对肾结石、体质不利。我们强调这些病，不是要大家对水果谈
虎舍辨其实。对于一般人，大多数水果是健康食物，富含维生素和纤维，有益无害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再好的天然食物，错的体质或错的吃法，一样可能变毒药。对症选择，适量均衡，这8字真言也同样适用在水果摄取上。好啦，以上我们介绍了5大类意想不到的桑葚美食，从传统小吃的硼砂陷阱，到日常饮品中的塑化威力，从海鲜草药带来的重金属风险，到绿色蔬菜里的草酸隐患，再到可爱水果暗藏的神经毒素，是不是颠覆了你对饮食的想象？原来在我们餐桌上潜伏着这么多肾脏杀手。当然，除了这5项特别指出的雷区，还有一些老生常谈但依然重要的护肾原则值得提醒。高盐饮食会升高血压，长期让肾脏超负荷过滤钠离子，容易引发肾损伤，所以少盐饮食很重要。现代人吃的加工食品中藏了过多盐分，看似无害的吐司、饼前、罐头、泡面汤头，一包包里含钠量都吓人，天天吃等于慢性自杀。高糖高油的饮食则让肥胖、糖尿病找上门，而糖尿病正是肾衰竭最大的病因之一。所谓3高，最伤肾，指的就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因此，保护肾脏，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，不要等问题严重了才后悔莫及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积极护肾呢？前面提到几样对肾脏有帮助的食物，现在再来复习一下。江守山医师特别推荐的5种护肾食物：第一，黑咖啡纯饮，不要加糖奶，适量饮用可以减少肾脏发炎。第二，酸樱桃，新鲜的或未加糖的樱桃汁，含有跟咖啡类似的褪黑激素成分，有助降低肾脏的氧化压力。第三，开心果，未加盐的原味坚果，富含有益心肾的好油脂和抗氧化物。第四，纯黑巧克力或可可含量100%的苦巧克力，研究发现它能增加肾脏血流量，降低尿毒指数，甚至促进肾脏修复。第五，姜黄或其提取物姜黄素，有抗发炎作用，可抑制某些免疫反应对肾脏的伤害。江医师自己也常给病人补充姜黄素来保养肾脏。除此之外，别忘了最简单却常被忽略的一点，白开水。充足的水分摄取对肾脏太重要了。现代人大多喝水不足，导致尿液浓缩增加肾脏负担。医学统计发现，在急性肾损伤的恢复期患者中，有30%的死亡是因为脱水和电解质失衡引起的。而临床上至少1半的患者日常喝水量不够，水喝太少，体内毒素浓度就升高，更容易伤肾，也更容易形成结石和导致感染。因此，每个人每天都要记得适量，多喝水，保持尿量充足清澈，让肾脏一直有水在帮忙冲刷代谢废物。当然，水也不是无限制狂灌，一次喝太多反而可能水中毒。重点在于少量多次，均匀饮水，让身体随时有水分可用。如果能做到这些良好的习惯，再加上前面提到戒掉伤肾的饮食地雷，相信你的肾脏一定会比别人的更加长寿健康。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们再强调一次，护肾没有偏方，只有用心。别再迷信什么黑咖啡加牛奶胜过神丹妙药，也别陷入我每天吃素还年轻，肾脏不会坏的迷思。肾脏的敌人有时就藏在你我习以为常的生活中，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警觉，慎选食物，均衡饮食，多喝白开水，并定期健康检查，追踪肾功能。如果出现夜尿增多、泡泡尿、下肢水肿等可疑症状，更要及早就医，不要让肾病默默进展。每双肾脏都是我们宝贵的过滤工厂，一旦报销就回不去了。我们这一生也许无法更换多少对肾，但我们可以好好爱护唯一的肾。从今天开始，远离伤肾的饮食地雷，选择对肾好的生活方式，让自己的肾脏一直为健康护航。相信只要下定决心改变，养成正确的习惯，我们都能拥有像石头一样硬朗的肾脏，远离洗肾的人生。祝大家都能肾气充足，健康长长久久。